Sir, Ma'am， 这是受害者。Stephanie， 我们知道这件事让你很难受，请详细告诉我们事发的经过。我当时下了班走路回家，在那条路上，当时朋友传讯息给我，说起我们的日本旅行，他的假期申请批准了，然后你听到或看到骑士靠近你吗？我没留意到他。当我看到他的时候，他就已经冲到我的面前了。那你还记得他的样子，或者他穿了什么衣服吗？他好像用口罩还是围巾之类的东西遮住脸，穿着蓝色的连帽上衣。那他骑的是什么电动脚踏车？看起来像平时送餐员骑的那种电动脚踏车，它的后面还放着一个方形的送餐箱子。后来他往哪里去了？他沿着那条路骑得很快，就转去那边了。那么之后你做了什么呢？我当时吓呆了，不过很快就报警了。谢谢你在第一时间报案 ，Stephanie 做得很对。现在我先失陪一下。Stephanie， 别担心，我们会帮你的。那个嫌犯骑电动脚踏车，穿蓝色连帽上衣，戴着面罩，很可能是一个送货员。向附近居民了解，看看有没有人在这个案发时段订过东西，或者有人送货上门。也查看有没有闭路电视拍到这一带。Yes, sir。女士，晚上好。什么事？你收到订购送来的东西吗？订购东西？没有。好的，谢谢您。晚安。女士您好，有人送东西来吗？没有。你看到有什么人经过吗？没看到。谢谢你。Sir， 是。我们从居民那儿取得监控画面，上周六拍到的，还有这段，上星期天的。他穿了不同的外套，还有其他画面吗？暂时没有。他好像有个固定模式，只在周末骑车。小组在查看交通摄像画面，看他是否再出现。很好。受害者的衣物送去卫生科学局做 DNA 检测了吗？是的，不过没找到 DNA， 接触时间太短了。谢谢你，水雅。我向首席调查官汇报。请进。Sir， 汇报案情。我们从居民那里取得闭路电视画面，但是无法确认嫌犯身份。还有其他线索吗？有，嫌犯只是在周末出现，他很可能是个兼职送货员。我建议在这个周末展开埋伏行动。好，继续。有进展通知我。Yes, sir。我们向受害者录取了口供，他已经确认了嫌犯的特征。他遮住脸部，骑电动脚踏车，有送餐箱子。他被发现穿着蓝色或绿色连帽上衣。根据闭路电视画面的时间记录，我们相信嫌犯只在周末于雾洛一带活动。目前无法确认嫌犯身份。我们向各家送餐平台查证案发时段的送餐员资料，但没收获。确认了电动脚踏车的型号、品牌和颜色。大家留意这辆车。这里是案发地点，这两个地点是过去一周监控拍到它的位置。小组将部署在这里、这里，还有这里。大家一定要留意任何符合嫌犯特征的骑士。可能发现嫌犯了。我是高级调查员 Abdul Rahman， 来自雾洛警署。先生，请把面罩取下来。哦，好的。
不好意思啊，最近天气太热了。我叫李家辉。李先生，请下车把送餐箱子打开给我们看看吧。哎呀，冰块都要融化了。很感谢你的配合，能提供你的个人资料吗？Sir， 是。李家辉不在场证明成立。案发的时候，他正在淡便尼送餐。好的，谢谢。对了，我刚收到这个，我们的人员找到了更多案发当晚的监控画面，这是晚上8点拍到的，就是非礼案报案后的10分钟，而这一段几分钟后拍到的，是同一辆，不过那条路是条死路。看来他骑进去是为了换衣服。难怪他穿蓝色连帽上衣只出现2次。不过你看看这个，蓝色标记是嫌犯穿蓝色连帽上衣出现的位置，绿色标记则是他穿绿色连帽上衣出现的位置。等一下，他的目的地是有诺市，而且是从雾落出发，他本来应该直接走这条路。他换了衣服后，先后在这里还有这里出现过，甚至一路骑到了井万岸，这是为什么？我们已经确定他当时根本没有在送餐。既然这样，那就只有一种可能性了。他是在试图掩饰自己的行踪。他故意绕路乱走，是为了误导我们的追查方向。Sir， 刚接到另一起非礼案，作案手法一模一样。广告前，我们看到警方又接获另一起非礼案的举报，警员们如何展开调查呢？揭晓答案前，先来看涉及诈骗的前罗最新消息。2025年，超过7000名涉嫌充当前罗和诈骗分子的人士，因为诈骗案接受调查，涉案损失超过2亿1400万元。诈骗前罗不止转移资金，他们为了赚快钱，还让骗子使用自己的银行户头，交出 SIM Pass 资料，以自己的名义购买或注册 SIM 卡。骗子会以轻松赚快钱为诱饵，通过社交媒体或 WhatsApp、Telegram 等通讯应用进行招揽。你只需做什么？只要开几个银行户头或注册几张 SIM 卡交给别人，就能拿到钱。在最近一起案件中，12人涉嫌购买后付费 SIM 卡，并以自己的名义注册后交给犯罪集团，每张卡赚10到15元，随后被控上法庭。这些 SIM 卡之后会被犯罪集团当作通讯工具，进行诈骗或其他非法活动。不要以为自己只是帮忙别人或代为转交东西，你很可能已经在协助诈骗集团犯案。警方严肃看待诈骗前罗的相关罪行。如果你的 SIM Pass、银行户头或 SIM 卡被人用来进行犯罪活动，你可能会承担刑事责任。刑罚可包括最高10年监禁、最高50万元罚款以及最高12下鞭刑。涉及诈骗前罗罪行的人，也可能被限制使用相关的银行服务，以及禁止他们申请新的手机号码。因此，千万不要让别人使用你的银行户头、SIM Pass 或 SIM 卡。不要为了金钱替别人开设银行户头、购买或注册 SIM 卡。无论是什么原因，都不要向任何人透露你的 SIM Pass 资料。现在回到案件，警方如何追查行踪不定的嫌犯呢？ Sir， 刚接到另一起非礼案，作案手法一模一样。地点在哪里？马林百列。喂，你为什么摸我 ？Hello， 警察吗？喂，站住！站住！站住！根据受害人描述，对方蒙住了脸，骑电动脚踏车。犯案时间跟之前那起案件类似，在私人住宅，
也符合那个嫌犯的特征。明早安排人员到现场走访，向附近居民了解情况。看来嫌犯不是针对特定住宅区下手的。我们得扩大调查范围，查看其他警署在周末的时候是不是也接到类似的非礼案子。Sir， 早安。早。交通摄像机拍到嫌犯骑车跟巴士并行。对，巴士摄像机，他经过巴士时应该拍到他的身影。我们调出了巴士摄像画面，拍到骑士经过巴士旁边，这是案发当晚拍到的。蓝色连帽上衣，类似的电动脚踏车，放大。他很清楚摄像机在哪里，而且干案之后还会换衣服。他确实是在掩饰自己的行踪。7月12号发生了一起非礼案，大巴窑警署取得案发时行车记录器画面。Sir， 这段画面无法确认嫌犯的身份，但电动脚踏车看来相同，可能是我们要找的人。这解释了为什么误落行动没发现他。误落，马林百列现在到大巴窑，2个周末内已经发生3起案件，而且他还故意四处兜圈，试图扰乱我们追查。经过巴士时，他甚至刻意遮住他的脸。扩大搜查范围，调动更多人手调查。Yes, sir。误落警署将部署更多警力，东陵警署也会提供支援。这个周末，我们将会扩大覆盖的范围。同时，大巴窑警署内边也加强了巡逻行动，留意任何符合嫌犯作案手法的行为。他专对单独女性下手。如果发现有人骑电动脚踏车近距离尾随女性，大家一定要立刻通报。如果发现疑似目标，先通报并等待进一步指示。还有问题吗？没问题。Sir， 我们行动。Yes, sir。Alpha 小组报告，发现了疑似目标。他穿蓝色连帽上衣，沿着惹兰士拉莫前进。收到，继续监视目标。所有其他小组守住出口。目标刚刚向右转了，他跑不掉的。所有的出口都有人盯着。Bravo 小组看到目标了，嫌犯尾随单独行走的女子。收到，继续监视目标。目标骑车经过了那个女子，正朝达曼景湾岸。所有小组立刻前往达曼景湾岸。警察，停下！警察，停下！我是高级调查员 Raman， 来自误落警署。马上把面罩拿下来，下车站到旁边去。你来这一带做什么？送外卖了。把送餐箱子打开。食物在哪里？我正要去拿。你涉嫌非礼罪行，我们要逮捕你，请把手机给我。靠上。Mohammad Khairuddin bin Johar， 7月6号晚上7点到8点之间，你在哪里？我在工作。那7月12号呢？
一样也在送外卖。我们已经向送餐平台核实过了，你当晚根本没有任何送餐记录。监控画面显示，有人骑着你的电动脚踏车，穿着你的连帽上衣，在大巴窑出现。不，那个不是我。他在拖时间。他应该拖不了多久的。Sir，他手机里的视频提取出来了。那你解释一下这个。视频清楚拍到有人非礼毫无防备的女子，而这一段视频就在你的手机里。这个视频是用固定在脚车上一种手机支架拍的。这段视频是你拍的吗？是的。7月6号发生什么事？之后你做了什么？我找了一个地方，很快换掉衣服。为什么要换衣服？我要确保别人不会认出是我。再说回7月12号，视频里的人是你吗？是，那天我刚好在大巴窑一带。我知道这样不对，但老实说，如果你们没抓到我，我可能还会这样做。你手机里还有很多类似的视频，像这一段，偷拍女性视频，也是你拍的吗？是的。你手机里有19段这类偷拍视频，都是你拍的吗？共发现19段偷拍视频和2段他自拍干下非礼案过程的视频。受害者已经转介辅导和支援服务。幸好受害者勇敢地站出来，及时报警，这样才能尽早获得所需的帮助和支援。连续作案的嫌犯终于被绳之以法。尽管嫌犯试图躲避追查，乌洛警署的警员仍通过协调行动掌握了他的行踪，并成功将他逮捕。非礼和偷拍都是严重的刑事罪行，那些为了满足个人私欲，对毫无防备的受害者下手的人，都将依法受到严惩。如果你或你认识的人是罪案的受害者，请不要犹豫，立刻向警方报案。公众对性罪案受害者的回应态度，会对他们有很大影响。今天我邀请到吴伟琪助理警监来到节目中，他是刑事侦查局严重性罪案组的高级调查员。伟琪，你好。佩文你好。当受害者第一次站出来说出自己的经历或向警方报案时，他们最需要什么？通常他们需要知道的是，我们会帮助他们。受害者需要感到安全，获得支持，被倾听，勇敢地站出来是正确的。我们的第一时间回应非常关键，因为这会影响到受害者是否愿意继续寻求帮助。我们要在安全的环境中倾听并理解受害者当下的情况和他的感受。这里是警察广东民大厦一站式性侵法政中心，请介绍这个设施。一站式性侵法政中心是专属空间，以减少2次创伤，为严重性罪案受害者提供支援。这里经过特别设计，为性罪案受害者提供一个安心、安全的环境。在这里，受害者可以在同一个地点接受警方问话和法医检查。
在得到受害者的同意后，我们还会提供关怀服务，给予心理急救和危机介入支持。这能让受害者在调查的过程中拥有隐私，让他们感受到安全和被关爱。如果有人透露自己是性罪案受害者，公众应该要怎么回应呢？首先，保持冷静，耐心聆听。如果需要紧急援助，请拨打999报警。否则，可以在对方准备好的时候，鼓励甚至陪他们去报案。越早报案，就越有助于保留证据，也能避免其他人成为受害者。最重要的是，让受害者知道，性罪案绝对不是他们的错。2026年4月，警察部队举办了第5届性侵害关怀意识研讨会，主题为社区行动保护性侵犯受害者。那么，公众怎么样才能更好地支持受害者呢？你可能是受害者的亲友，或是身边的旁观者。你可以发现、举报，这能发挥关键作用。因此，警方在今年的研讨会上推出 SPOT 行动指南。SPOT 代表发现可疑情况、保护自己和受害者、观察以及报警。这为公众提供了简单的指引，帮助受害者，并防止其他人成为受害者。你及时行动，能帮助深陷困境的人。谢谢你，韦奇。警察部队将继续支持受害者，并与社区合作传达这个讯息。一旦遇上了性罪案，发现、举报，别袖手旁观。我们又来到这一集《绳之以法》的尾声，我是郑元奇警监，感谢您的收看。请大家各尽本分，共同预防、遏制和侦破罪案。再会。